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，我是蓝胖。今天这期节目呢，要和大家来科普一下，如果不幸有一天从不同的高度失足坠落，人体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呢？我们先从最低的高度开始，1米。从1米坠落的话会怎样呢？这个高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造不成什么伤害。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喜欢从一些花丛或者台阶上跳下，这个高度呢往往就在1米左右，一般对于身体不会有什么影响。当然，如果你跳下时是故意的头朝下，而落下的地面又恰巧是水泥地一类的坚硬平面的话，那么也是一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。接下来从2米坠落。如果从这个高度跳下，没有经过训练或者指导的人，脚踝和腿骨是有一定几率会受伤的。一般呢，从这个高度跳向地面，在即将落地时，膝盖要呈弯曲姿势，且身体前倾，腰部呢也一并的得弯曲起来，以避免在落地的瞬间，由于强大的冲击力，造成骨骼和关节受损。然而，对于体重较大的人而言，可能即使采取了任何必要的措施，仍然会有几率受伤。接下来，从3米坠落。3米呢是现代城市建筑普遍的楼层高度，这个高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一个分水岭。从超过3米的高度坠落，有大概率一定会受伤。在现在很多跑酷相关的极限运动电影和视频当中，经常能够看到那些特技爱好者会选择从3米左右的高台跳下，并且随即向前翻滚，以减轻下落时的冲击带来的伤害。他们除了接受过系统的培训以外，还会穿戴一些防护装备来预防可能产生的伤害，比如说膝盖和脚踝位置的专用绑带。然而即使如此，我们还是能时常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，有跑酷爱好者摔伤骨折的，有的变成了植物人，有的甚至丧命。因此，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还是不要轻易尝试3米这个高度。阿姨你好，我同桌出什么事了？他学别人跑酷把腿摔断了。那么从5米坠落会怎样呢？5米这个高度呢，大概可以想象成是2楼到3楼之间的楼层高度。如果有天不幸从这个高度坠落，除了几乎必然会受伤以外，根据坠落的位置和身体姿势的不同，有一定的几率会受重伤，甚至说丧命。比如说，如果以直挺挺的腿朝下的姿势坠落，那么落地瞬间，脚踝和腿骨会承受因下落而带来的所有冲击力，那么骨折应该是无法避免的。然而，如果是以横卧的姿势下落，那么落地的瞬间接触面就不再是腿骨，而是胸腔肋骨或者脊椎骨。这样的姿势会带来更大的骨折和内出血的重伤隐患，后果也很可能致命。那么从10米坠落呢？10米相当于居民楼的4至5楼之间的高度，从这个高度坠落至地面大约只需要 1.43 秒。如果不加任何的防护坠落至地面，几乎一定会丧命。然而有的人会说了，不少的新闻媒体曾经报道过，有小孩从家里的阳台踩空坠落，然而事后并无大碍。其实呢，是因为下落的时候他们被树枝挡住了，减了速，或者说在下坠的途中被低楼层的邻居的雨棚接住，因此缓冲了下落时所带来的冲击力。此外呢，另外一个常见的10米坠落场景是跳水。跳水运动员呢，常用10米跳台进行日常训练和比赛。在经过了专业训练后，跳水运动员可以将下落时的身体姿势完全固定，以得到最小的落水接触面，以此来降低冲击伤害。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反而以横卧的姿势接触水面，那么除了皮肤以外，
内脏也会因为受到巨大的冲击力而破损出血，进而造成大量的伤害。下一个，从50米坠落。50米的高度呢，大概相当于15到20层的居民楼高度。从这个高度坠地，大概只需要3.2秒。如果不幸从这个高度失足坠下，那么在接下来的3.2秒内，你会看到每层楼的玻璃从你眼前飞速闪过，但是并没有办法清晰辨别，并不像很多动漫电影里所刻画的，在下落时还能清晰地看到每层楼住户家里的情况，而且你能听到的也只是呼呼的风声，并听不到别人任何的讲话。最后，在接触到地面的一瞬间，由于受到巨大的直接冲击力，接触面的人体骨骼会瞬间的断裂，内脏也会破损，大量出血。而更致命的是颅脑的损伤。从50米坠落后，如果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，死亡率几乎达到100%。接下来，从500米坠落呢？500米大概相当于是160多层楼的高度。从500米坠落的话，到达地面一共需要大概10秒钟的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体呢会不断的加速，在接触到地面时，能够达到大约125英里每小时的速度。这个速度也是目前家用主流4缸小轿车能够达到的极速。在接触到地面的瞬间，人体内脏器官会突然破裂，且由于速度过快，皮肤也会同时破损，血液和各种体液、脑组织液等也会一并喷出，难以直视。在近期很火的一段美国军机从阿富汗喀布尔撤离的视频中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有2名阿富汗平民吊挂在 C-130军机的起落架上，试图一并逃离阿富汗。然而，由于风速过快，体力不支，他们最终还是从起落架上坠落。当时的高度大约就是500米，可想而知，这2人最后也是难逃一死。那么从1万米高度坠落会怎样呢？1万米的高度是大部分客机空中巡航时的高度。既然前面讲到了，从50米的高空无防护坠落就几乎无生还的可能，那么可想而知，从1万米的高度坠落也是必死无疑的结果了。不过这里我要介绍一起人类史上唯一一个从1万米高空坠落，但是最终却生还的案例。事情发生于1972年，前南斯拉夫一架客机飞行在1万米的高空时，突然发生爆炸。当时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一共128名，除了一名叫做维斯纳的空姐以外，其余127人都在事故发生后当场丧生。那么这位空姐又是如何幸存的呢？原来飞机发生爆炸后，随即就开始高速坠落，而空姐维斯纳先是在坠落过程中从机舱中被抛出，而后直接掉落在了一个雪堆上。坠落后，维斯纳的头盖骨出现了一条很大的裂缝，3根脊椎骨粉碎性骨折，手臂和腿骨盆骨也全部粉碎性骨折，腰部以下暂时瘫痪。但最后他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也创造了人类无保护高空坠落且生还的世界纪录。那么最后，你是否有想过，整个人类历史中最高高度的下落是有多高呢？这个记录是在2014年时被前谷歌副总裁阿兰·尤斯塔斯创造的。2014年10月24日，阿兰·尤斯塔斯从4.14万米的高空一跃而下，成为当今世界上高空跳伞最高纪录保持者。他先是乘坐了2个小时的高空气球，到达了4万米的高空，随后切断了自己的绳索，一跃而下。在下落的过程中，他的速度在最快时达到了1287.5公里每小时，已经超越了音速。地面的观察员甚至看到了有小型音爆出现。在历经了大概4分钟的自由落体后，阿兰·尤斯塔斯才打开了降落伞，最后成功落地。整个下落过程总共用时15分钟。需要一提的是，为了能确保安全地进行如此高度的跳跃，
一些额外的前期准备是必要的。比如说，阿兰在升空之前要吸几个小时的纯氧，从而能够清除人体肺部的氮气。因为在4万米的高度，人体肺部的氮气很有可能会发生膨胀，除了让人感到痛苦不堪，甚至会威胁到生命。而纵观人类发展历史，不难发现，人类总是在不停地挑战着更高、更快、更强这个目标。相信在不久后的未来，4万米的世界纪录也终将被打破。在追求极致、挑战极限的同时，也请一定做好前期所有必要的保护准备。毕竟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是真正最宝贵的财富。好了，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，请记得在屏幕下方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和订阅。我是蓝胖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